曾經10元一碗吃到撐，如今拿點就到上百元，月薪2萬的打工人都不敢輕易去吃麻辣燙。麻辣燙為什麼越來越貴了？從大眾點評的數據來看，全國麻辣燙的門店數量已經超過15萬家，其中張亮、楊國福門店數量占比最高。可隨着新的品牌出現，麻辣燙的客單價也被拉高。在一線城市，一碗普通麻辣燙的客單價已從10年前的10到15元上漲到25到40元。张亮麻辣燙的客单價26塊9，楊國福28塊5。福客麻辣燙33塊8毛9，老街秤盤麻辣燙40塊4。有網友實測，34元的套餐食材，商家成本只有8塊錢，這樣的價格刺客麻辣燙還能吃得起嗎？大家好，這裡是帶嘴饞，10分鐘告訴你麻辣燙價格上漲的背後究竟藏着怎樣的貓膩。先前有網友去楊國福拿了1塊玉米、3塊蘿蔔、3塊紅薯，還拿了一些豆製品、菜品，結果一上秤47，簡直太離譜了。還有網友點了一份麻辣燙，只有幾片生菜、幾片青菜、2片豆腐、幾顆丸子，還有一些看上去根本不值錢的菜品，結果就要80多，直接一臉懵。麻辣燙多会涨價到這麼高了？1980年，四川樂山的船工和纤夫們為了省时省錢，創造出一種簡单獨特的吃法。他們在江邊挖一個小洞，用石頭支起瓦罐，捡點樹枝作為乾柴生火，舀幾瓢江水，一切都就地取材，有菜就放菜，沒菜就拔些野菜充数，再放入辣椒、花椒等調料。看似簡單粗鄙，但碼頭上的小販卻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他們將爐具加以改造，放於扁擔的兩頭走在街頭巷尾，一邊走一邊吆喝，同時也當菜品跟湯底進行升級，用豬骨、雞架等廉價食材熬制湯底，將豆皮、海帶、青菜切成小塊，串在竹签上，放进挑擔兩邊的爐具中，一串賣到幾分錢，既實惠又能填飽肚子，更能滿足人們對麻辣美食的渴望。很快，這種溜達串被廣泛傳播。1990年，成都、重慶、東北等地也出現了麻辣燙，但與樂山版不同，川渝地區的人因為更愛吃辣，所以在湯底中加入了更多的辣椒、花椒等，食材上也加入了各種丸子、肉類。到了東北市場後，當地人有根據當地的口味進行改良，加入了麻醬等北方火鍋常用的調料，做出來的麻辣燙虽然不夠麻也不夠辣，但口味上卻能被更多人接受，一時間火遍了中國各地。那時候的麻辣燙還是人人都能吃得起的美食。21世紀後，麻辣燙迎來發展契機。由於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們快節奏的生活下也滋生了对快餐的需求。恰巧当时的肯德基、麥當勞也進入中國，銷量爆火，但口味過於單一，滿足不了中國人對酸甜苦辣的需求。於是，一些看準快餐商機的擺攤者將麻辣燙搬進店鋪，甚至還有人開啟了麻辣燙連鎖品牌。2003年，楊國福麻辣燙在黑龍江賓縣創立；2008年，張亮麻辣燙也正式在黑龍江賓縣成立。之所以會在同一時期發展，並非是他們預料到麻辣燙的前景，而是當時受到了時代的限制。那時候的東三省工業恰逢淘汰期，導致越來越多的工人丟了鐵飯碗，因為身上沒有其他本領，只好將目光放在小吃攤位上。張亮和楊國福也不例外。楊國福在原先麻辣燙的基礎上改良湯底，加入多種中藥材，使湯底更具美味與滋補，還建立了標準化食材採購、加工流程，只為確保各地門店口味統一。而張亮則主打骨湯麻辣燙，強調營養健康，再搭配上簡約的店鋪裝修，很快吸引年輕消費者。張亮雖是後來者，但很快就趕上了楊國福，與其形成雙雄對峙局面。此後，雞鴨婆、小蠻椒等新興品牌不斷湧現，有的主打養生，有的突出極致麻辣，想在麻辣燙已經有雙雄占位的情況下繼續分一杯羹。而最開始，麻辣燙都是按碗收錢的，普通版1碗3塊錢，尊享版1碗5塊錢。但隨着市場變化太快，房租、人力等成本也隨之而來。為了能保證更多的利潤，楊國福將原先的以碗計費改為當下的稱重計費。如今幾乎所有的門店都是按照這種方式收費。而它之所以能從街頭小吃發展成全国的快餐品類，首先與麻辣燙口味的包容性有直接關係。為了滿足不同地域與消費者對食材的喜好，麻辣燙不僅有骨湯、麻辣、番茄、藤椒等多樣湯底，而且消費者可以自行選擇食材。這樣的個性化定制快餐很快就被消費者認可。但麻辣燙能成為快餐的頂流，出餐速度自然也是關鍵。每天门店會早早熬制好湯底，到了飯點，顧客進門後直接選擇食材，再放入湯底煮熟，3分鐘就能出餐。相比烹飪的中式快餐，優勢極為明顯。而且麻辣燙的加盟費相比其他快餐以及奶茶店要低很多，也無需過多設備和廚藝，只要能掌握湯底配方和食材煮熟時間即可。因此也湧入更多的創業者選擇加盟連鎖。2023年疫情正式開放，中國麻辣燙光是2023年1年的營業額直接突破1300億元，且增長勢頭越來越大。可細心的人發現，在疫情結束後，各個快餐的價格似乎打了雞血，尤其是麻辣燙的價格持續走高。曾經10幾元就能吃飽的美食，疫情放開後想要吃飽都需要花40元左右。麻辣燙究竟經歷了什麼？麻辣燙雖然是四川的特色，但成為全國特色還是從張亮和楊國福出現之後。當時的一碗麻辣燙10幾塊錢，人人都能吃得起。可一些人卻覺得這樣的麻辣燙沒有記憶點，應該給它創造一個升級的空間。星巴克一杯咖啡賣30都能火爆全球，麻辣燙一份賣30照樣可以。於是本着這樣想法的麻辣燙橫空出世。
為了讓消費者在吃麻辣燙的基礎上享受到尊貴感，各大老板開始升級店面裝修，什麼小香風風格、商務風格的麻辣燙門店，甚至還有老板通入法式風格的門店裝修。唯一的共同點就是看起來很貴，既然門店裝修上去了，價格如果還在，10幾塊錢就喪失了初心。於是他們一改之前的一碗多少錢，推出了論斤稱重的結算方式，甚至還有葷素分開稱重的方式，看似是吃多少拿多少，實則卻隱形的將價格抬高。先前一位網友去吃論斤稱的麻辣燙，只是多拿了一塊大豆腐，價格就從之前的37到了51，更何況在外面買這麼一塊豆腐也就2塊錢，這麼算的話，那50元的自助旋轉小火鍋就真不貴了。雖然當下食材價格上漲，門店人工也加重了成本，可很多品牌店不去考慮如何在原先價格的基礎上讓顧客吃到原有分量的麻辣燙，反而去在背後搞小動作，缺斤少兩，剩菜過期重複使用，價格高的離譜。而以张亮和杨國福麻辣燙為首的行業巨頭，背後的問題也頻繁被曝。張亮和杨國福自成立以來，在全球的門店數量都已經突破6000家。近幾年更是以1年1000家的速度擴張，隨之而來的便是門店管理問題。部分加盟商為了降低成本，在購買食材時選擇不當手段，比如買質量欠佳、搞促銷活動的食材，不僅食品品質上沒有保障，給品牌也帶來很多負面影響。2025年3月18日，江蘇蘇州一家杨國福門店菜品去驚現老鼠。杨國福官方虽在事發後2小時內向消費者致歉並完成賠付，涉事門店也立即下架銷毀全部食材，但該事件對品牌的損害已然造成。而這並非楊國福麻辣燙首次爆出衛生問題，此前就有部分門店存在食材不新鮮、操作間衛生狀況差等問題。同樣，張亮麻辣燙的衛生問題也层出不窮。2024年11月，北京一家张亮麻辣燙存在用於加工制作的工具、設備、容器未定位、存放的問題。在此之前，2023年8月，湖南省隆回縣一家張亮麻辣燙被曝採購過期底料，最終被罰款7000元。這些頻繁出現的衛生問題，讓消費者對品牌的信任大打折扣。品牌方為了重塑形象，挽回消費者的信任，不得不投入大量資金，用於加強食品安全管理、提升員工培訓、改善店鋪衛生環境等方面。這些額外的投入無疑增加了運營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導致麻辣燙價格上漲。除此之外，張亮麻辣燙還出現缺斤少兩情況。先前有博主發視頻稱，一家張亮店少去皮36克，另一家則虛增了82克產品。當面對質疑時，店員的2次稱重才回到實際重量。而關於此事的話題報道一度衝上熱搜，話題閱讀量高達1.3億。為了解決潛在問題，確保商家能與優質供應商合作，總部都會規劃一系列規定並實施。這期間出來的開支都會從麻辣燙的售價上取回。在當下外賣盛行的年代，年輕人習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對於菜品價格沒有概念，更別提對重量的概念。打開麻辣燙外賣，1份50克，金針菇3塊5毛8，3片土豆3塊5毛8，1片蟹肉3塊9毛8。3個小酥肉3塊9毛8，1份50克木耳3塊5毛8。年輕人沒有概念，隨便點，花個大幾十，結果到手後卻吃不飽。畢竟500克分量才是1斤，這樣的收費方式直接增加了人均消費價格。再加上外賣平台要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商家又為了好評，需要準備外賣包裝，以免出現漏掉、不保溫情況。這些額外成本，商家怎麼可能自掏腰包？往往都會通過提高外賣菜品價格的方式，將其轉嫁給消費者。而這也是為何在外賣平台上點麻辣燙要比在店裡吃還要貴的原因。這也進一步推高了麻辣燙的價格。除了張亮與楊國福的自身問題，新品牌的競爭也是導致麻辣燙價格上漲主要原因。麻辣燙的市場競爭過於激烈，全國麻辣燙的门店數量15萬家，而2023年1年新增的門店數就有4.1萬家。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品牌麻辣燙只能改變原有賽道，重新找創新點來突圍。小蠻椒以極致的麻辣口味吸引吃辣消費者。在產品定價上，因其獨特口味和品牌定位，價格相對較高。吉阿婆主打養生概念，選用更優質食材，強調湯底的滋補，價格也高於部分傳統麻辣燙店。可過度追求差異化和高端化，卻導致部分消費者流失，尤其是價格敏感型群體。同時，品牌麻辣燙還面臨着食品安全與品控的難題，為保證食材新鮮和品質穩定，需投入更多成本來用於供應鏈管理和質量檢測。一旦出現食品安全問題，不僅影響品牌聲譽，還可能面臨高額罰款和賠償，進一步增加運營成本。而且作為新品牌，本身的知名度就不高，除非達到張亮和杨國福的知名度，品牌才有可能在爆出問題後起死回生。例如，曾有個別品牌麻辣燙店因食材不新鮮、衛生条件不達標被曝光，從而引發了消費者信任危機，對品牌造成嚴重打擊。實際上，國內的麻辣燙還有很大的市場空間。雖然门店數量已經突破15萬家，但行業巨頭也只有張亮和楊國福。吉阿婆、小蠻椒、老街秤盤、麻辣燙知名度較低，再加上作為新品牌只一味的抬高價格，並不受大众歡迎。再看漢堡行業，不僅有肯德基、麥當勞作為漢堡行業巨頭，還有華萊士、漢堡王、塔斯汀等众多品牌。而塔斯汀作為後來者，依舊在短短幾年時間，門店數量突破8000家，直逼萬家門店。而且小蠻椒的創始人也曾講過，麻辣燙的市场規模很大，但這裡要注意的是，市場缺的是性價比高的麻辣燙，不僅要對得起消費者的口味，還要對得起消費者的錢包。從街頭巷尾的廉價小吃，到如今人均幾十元的快餐品類，麻辣燙價格的變遷是時代發展與消費觀念轉變的縮影。憑借口味包容、出餐快速、經營門檻低等優勢，麻辣燙實現從街頭攤點到品牌連鎖的跨越。但食材、人工、房租成本的上升，以及品牌化投入和市场競爭壓力，推動價格不斷走高。如今的麻辣燙是人們在加班後的慰藉，逛街時的小吃，朋友聚會的選擇。
对於餐飲行業，麻辣燙的發展為其他小吃品類升級提供借鑑。雖然麻辣燙的口味在一次次的門店擴張中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但還是希望商家在追求品質與利潤的同時，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能保留麻辣燙那份最初的煙火氣，讓更多人以合理價格享受這份美味。不過，2022年，楊國福還在上海開了一家麻辣麻辣的泰式麻辣燙店，客單價在50元左右。雖然店內的食材都是空運，店裡的裝修滿是上海當地的特色，但麻辣燙的低價實惠卻是人們刻在骨子裡的，並不分一線二線。那麼問題來了，這樣的麻辣燙真的是普通消費者能吃得起的嗎？